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男子误入荒村，遇到死去已久的熟人。熟人，赶紧逃，赶紧逃，别回头！黑夜里，一声急促的呼喊划破了寂静的荒村，声音中带着惊恐与绝望。话说这天傍晚，张大勇独自一人驱车前往偏远的小镇办事。他原本打算办完事当天就返回，没想到事情比预想的复杂。等他忙完，已是深夜。张大勇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启动了车子，准备抄近道穿过一片荒村，这样能快点回家。荒村名叫李家沟，多年前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，整个村子的人都搬走了，从此这里就荒废了下来。村里的老屋成了破败的残垣断壁，杂草丛生，偶尔有几声夜鸟的啼叫，更显得这里阴森恐怖。张大勇开着车，沿着颠簸的小路前行。突然，车灯照到前方不远处，有一个身影在晃动。他心中一惊，猛地踩下刹车，探出头去想看个究竟。那身影似乎也被车灯吓了一跳，站在原地不动了。谁呀？大半夜的在这儿晃悠！张大勇壮着胆子喊道。那身影缓缓转过身来，借着车灯的光亮，张大勇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这不是他死去多年的老友李二狗吗？李二狗在10年前的一场车祸中去世了，张大勇还亲自去参加了他的葬礼。大勇，是我，李二狗啊！那身影缓缓开口，声音沙哑而低沉。你不是死了吗？张大勇结结巴巴地问道，心里一阵发毛。是啊，我是死了，但我现在没法离开这个村子。李二狗的表情异常痛苦，眼中满是绝望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啥会在这儿？张大勇紧张地问道，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。赶紧逃，别回头！这村子不干净，我死后魂魄被困在了这里，出不去了。李二狗急切地说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哀求。张大勇还想再问，李二狗却突然消失了，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。他呆愣在原地，心中一阵慌乱，脑海中不断回想着李二狗那句赶紧逃，别回头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迅速发动了车子，准备离开这个不祥之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车子突然熄火了，无论他怎么打火，车子就是不动弹。娘的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！张大勇骂了一句，无奈地下了车，打算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阴风吹过，他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，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前方不远处，一座破败的老宅门前，站着几个模糊的身影，正冷冷地盯着他。那些身影若隐若现，仿佛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一般。张大勇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转身就想跑回车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只冰凉的手抓住了他的肩膀。他猛地回头，只见李二狗满脸是血地站在他身后，双眼瞪得滚圆，嘴里发出嘶嘶的怪声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张大勇惊恐地问道，声音都变了调。我告诉过你，赶紧逃，你不听，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。李二狗的声音颤抖着，眼中满是恐惧和绝望。张大勇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摊上大事了。他强作镇定，问道，你能告诉我，这村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为什么会有这些脏东西？李二狗叹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，这村子原本风水极好，但多年前村里人为了贪图钱财，挖开了一座古墓，将里面的财宝据为己有。没想到这古墓里埋着的是一个极其凶恶的厉鬼。厉鬼被放出后便开始报复村里人。没过多久，村里就发生了那场洪水，所有人都死了，
只有我因为车祸提前离开了村子，逃过一劫。但没想到，我的魂魄死后还是被困在了这里，无法离开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张大勇焦急地问道。只有一个办法，找到那座古墓的入口，将厉鬼重新封印进去，否则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李二狗说道。张大勇咬了咬牙，说道：好，我跟你一起找。李二狗点了点头，带着张大勇在村子里四处寻找古墓的入口。夜色中，那些模糊的身影一直跟在他们身后，仿佛随时都会扑上来，将他们撕成碎片。经过一番艰难的寻找，他们终于在一座废弃的祠堂里找到了古墓的入口。那入口被一块巨大的石板封住，石板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符文。这就是古墓的入口，只有将这块石板移开，我们才能进去。李二狗说道。张大勇点了点头，用尽全身力气去推那块石板。然而那石板仿佛生了根一般，纹丝不动。就在这时，那些模糊的身影突然向他们扑了过来。张大勇吓得大叫一声，拼命挣扎。李二狗则站在原地，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突然，一道金光从李二狗手中射出，击中了那些模糊的身影。那些身影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，然后化作一股黑烟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张大勇趁机用力一推，那块石板竟然缓缓地移动了开来。他顾不得多想，立刻钻了进去。李二狗也跟了进来，两人一起沿着通道向里走去。通道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墓室，墓室中央摆放着一口棺材，那棺材上刻着一些狰狞的图案，散发着阵阵阴气。就是那口棺材，厉鬼就在里面。李二狗说道。张大勇点了点头，壮着胆子走到棺材前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猛地掀开棺材盖。只见棺材里躺着一具干枯的尸体，尸体上缠绕着一股黑气。这就是那个厉鬼！李二狗惊叫道。就在这时，那厉鬼突然从尸体上坐了起来，张开血盆大口向张大勇扑去。张大勇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向后退去。李二狗见状，立刻念动咒语，双手结印，一道金光再次从他手中射出，击中了厉鬼。厉鬼发出一声惨叫，然后化作一股黑烟，钻进了棺材里。李二狗趁机将棺材盖盖上，然后在棺材上贴了一张符咒。那符咒瞬间燃烧起来，化作一道火焰，将棺材紧紧封住。好了，厉鬼已经被封印了，我们可以离开了。李二狗说道。张大勇这才松了口气，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两人一起沿着通道走了出去，然后关上了古墓的入口。他们走出祠堂，只见天色已经微微发亮。张大勇感激地看着李二狗，说道：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死在那些脏东西手里了。李二狗笑了笑，说道：别客气，咱们是朋友嘛。对了，你得赶紧离开这里，别回头，否则厉鬼的怨念可能会再次缠上你。张大勇点了点头，立刻发动了车子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家沟。从那以后，张大勇再也没有去过那个荒村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都会想起那晚的遭遇，心中一阵后怕。而那个荒村也成了一个无人敢涉足的禁地，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。张大勇逃离了李家沟后，一路飞驰，直到天光大亮，才敢停下来喘口气。他找了家路边的小馆子，要了碗热汤面，打算压压惊。面馆老板是个热心肠的老大爷，见张大勇脸色苍白，便问道：小伙子，你这是咋了？脸色咋这么难看呢？张大勇叹了口气，将昨晚的遭遇讲了一遍。老大爷一听，顿时瞪大了眼睛，说道：哎呀妈呀，你可真是命大呀！那李家沟可是个不祥之地，
早就没人敢去了。张大勇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会碰上这种事。对了，大爷，您知道那李家沟的古墓吗？”老大爷一听古墓，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。他压低声音说道：“那古墓啊，可是个邪门的地方。听说里面埋着的是个清朝的大官，因为犯了啥大罪，被皇帝给赐死了。他死后怨念极深，化作厉鬼，一直在找机会报复世人。那李二狗为啥会被困在那里呢？”张大勇好奇地问道。老大爷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呀，我听说那李二狗生前可不是个善茬儿，说不定是做了啥亏心事，死后才遭到报应的。”张大勇一听，心里不禁嘀咕起来：难道李二狗真的做了啥亏心事，才会被困在那个荒村里吗？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，决定再回李家沟一趟，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他谢了老大爷，付了面钱，便驱车返回了李家沟。此时已是中午时分，阳光洒在荒凉的村子上，显得格外刺眼。张大勇深吸一口气，壮着胆子走进了村子。他来到那座废弃的祠堂前，只见祠堂的大门紧闭着，仿佛从未有人打开过一般。他用力推开门，走了进去。只见祠堂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些破败的桌椅和香炉。他四处张望了一番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一阵低沉的哭泣声。那哭泣声仿佛是从地底下传来的，带着无尽的哀伤和绝望。张大勇心中一惊，循声找去。只见祠堂的一角有一块石板微微隆起，仿佛被人动过一般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用力将石板一开，只见石板下面竟然是一个黑洞洞的洞口。他皱了皱眉，心想这洞口是咋回事呢？难道下面是古墓的密道吗？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下去看看。他从洞口爬了进去，沿着密道一路前行。密道尽头是一个宽敞的地下室，地下室里摆满了各种奇珍异宝，闪烁着诱人的光芒。然而在这堆财宝中，却躺着一具干枯的尸体。那尸体正是李二狗。张大勇惊讶地看着李二狗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李二狗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他仔细打量了一番，发现李二狗的脸上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，仿佛是在嘲笑他的愚蠢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阴风吹过，张大勇感到一阵头晕目眩。他定了定神，只见前方出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。那身影渐渐地清晰起来，竟然是一个穿着清朝官服的男人。那男人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恶狠狠地盯着张大勇。他张开嘴，露出了一口锋利的獠牙，向张大勇扑去。张大勇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向后退去。就在这时，李二狗突然从地上坐了起来，挡在了张大勇面前。他挥舞着手中的一把匕首，与那清朝官服的男人激战起来。两人你来我往，斗得难解难分。张大勇趁机站起身来，想要逃跑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发现自己的脚被什么东西缠住了。他低头一看，只见一条漆黑的铁链从地底钻出，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脚踝。他用力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那铁链仿佛有生命一般，越缠越紧，疼得他哇哇大叫。就在这时，李二狗突然大喊一声：“大勇，快用那把匕首砍断铁链！”张大勇一听，立刻捡起地上的匕首，用力向铁链砍去。只听咔嚓一声，铁链应声而断。他顾不上多想，立刻向出口跑去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跑出地下室的时候，那清朝官服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张开血盆大口向他咬去。张大勇吓得魂飞魄散，举起匕首就刺。那男人惨叫一声，化作一股黑烟消失了。
张大勇趁机跑出地下室，一路狂奔，直到跑出村子，才敢停下来喘口气。他靠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，回想起刚才的遭遇，心中一阵后怕。他没想到，这里夹沟的古墓竟然隐藏着如此可怕的秘密，更没想到李二狗竟然会出现在古墓里，还救了他一命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张大勇心中一惊，连忙躲进了一旁的草丛里。只见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匆匆而过，手里还拿着一些工具，看样子是来盗墓的。张大勇心中一动，决定跟上去看看。他悄悄地跟在那些人身后，只见他们来到一座废弃的老宅前，开始挖掘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黑洞洞的洞口便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那些人兴奋地欢呼起来，纷纷跳进洞口。张大勇也趁机跟了进去。只见洞口下面是一条长长的地道，地道两旁摆满了各种陪葬品。他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生怕惊动了那些人。突然，前方传来了一阵争吵声。他凑近一看，只见那些人正围着一个石棺争吵不休。这石棺里肯定有好东西，咱们得打开看看。一个人说道。不行，这石棺上有封印，要是打开了，里面的厉鬼会跑出来报复咱们的。另一个人说道。怕啥？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一个厉鬼不成？第一个人不屑地说道。说着，他便拿起一把锤子，狠狠地砸在了石棺上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石棺的盖子被砸开了。只见石棺里躺着一具穿着清朝官服的男人尸体，那尸体竟然还完好无损。那些人一见，纷纷扑了上去，抢夺石棺里的陪葬品。就在这时，那尸体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射出2道寒光。他猛地坐了起来，张开血盆大口向那些人咬去。那些人吓得四散奔逃，纷纷向洞口跑去。然而那清朝官服的男人却如影随形，紧追不舍。不一会儿，那些人便纷纷倒在了他的口下，变成了一具具干尸。张大勇躲在暗处，亲眼目睹了这一幕，心中惊骇不已。他没想到，这清朝官服的男人竟然如此厉害，连那些盗墓贼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就在这时，那清朝官服的男人突然发现了张大勇，他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恶狠狠地盯着他。张大勇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转身就跑。然而那清朝官服的男人却紧追不舍，仿佛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。张大勇拼尽全力奔跑着，然而那男人的速度却越来越快，眼看就要追上他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金光突然从天而降，击中了那清朝官服的男人。那男人惨叫一声，化作一股黑烟消失了。张大勇趁机停下脚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李二狗正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拿着一把金光闪闪的法器。他微笑着看着张大勇，说道：“大勇，你没事吧？”张大勇愣了愣，说道：“二狗，你咋会在这儿呢？”李二狗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其实我一直都在古墓里。当年我因为贪财，挖开了这座古墓，放出了里面的厉鬼。我死后，魂魄便被困在了这里，无法离开。我一直想找到机会，将厉鬼重新封印进去，以弥补我当年的过错。那你为啥会救我呢？”张大勇好奇地问道。李二狗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咱俩是朋友吗？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在这儿吧？”张大勇感动地看着李二狗，说道：“二狗，谢谢你。不过这厉鬼如此厉害，咱们该咋办呢？”李二狗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只有一个办法，找到那口封印厉鬼的棺材，将厉鬼重新封印进去。不过那口棺材被那些盗墓贼给打开了，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那咱们赶紧去找吧。”张大勇说道。李二狗点了点头，两人一起沿着地道向前走去。
不一会儿，他们便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墓室。只见墓室中央摆放着一口棺材，那棺材正是他们要找的那口封印厉鬼的棺材。然而，当他们走近一看，却发现棺材里空空如也，厉鬼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两人心中一惊，连忙在墓室里四处寻找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阴风吹过，他们感到一阵头晕目眩。等他们回过神来，只见厉鬼已经出现在了他们面前，张开血盆大口向他们咬去。两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跑。然而那厉鬼却紧追不舍，仿佛非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。两人拼尽全力奔跑着，然而那厉鬼的速度却越来越快，眼看就要追上他们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金光突然从天而降，击中了那厉鬼。那厉鬼惨叫一声，化作一股黑烟，钻进了棺材里。李二狗趁机将棺材盖上，然后在棺材上贴了一张符咒。那符咒瞬间燃烧起来，化作一道火焰，将棺材紧紧封住。两人见状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他们相视一笑，然后一起走出了古墓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有来过这个荒凉的村子，而那座古墓也成了一个无人敢涉足的禁地，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丈夫半夜出门，和尚突拜访。和尚对女子说：“快取心头血，听说了吗？那李家村的李寡妇，昨个夜里可是摊上大事儿了。”村头的大槐树下，几个老汉围坐一圈，抽着旱烟，议论纷纷。啥大事儿？能比咱村老张头家那牛一夜之间长了2脚还邪乎？老张头一听这话，不乐意了，撅着胡子反问：“嘿，这事儿可比老张头的牛邪乎多了。您知道不？李寡妇那死鬼丈夫，半夜3更不睡觉，偷偷摸摸出了门，紧接着一个和尚不声不响的就敲响了李寡妇家的门。”王二麻子神秘兮兮地说，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。和尚？大半夜的，和尚来干啥？化缘也不能这时候来呀。旁边的小媳妇赵四娘插嘴道，一脸的好奇。可不是吗？那和尚一进门，二话不说，直愣愣地盯着李寡妇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快取心头血，不然你家汉子回不来了。王二麻子压低声音，仿佛怕惊动了什么似的。众人一听，皆是一愣，心头血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一时间槐树下议论声四起，纷纷猜测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。话说这李寡妇名叫李翠花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可惜命不好，嫁到李家村没几年，丈夫就因病去世了，留下她一个弱女子，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。村里人都说李翠花命硬，克服，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寡妇门前竟然还能闹出这等离奇事儿。那天夜里，月黑风高，李翠花正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咚咚的敲门声。她心里一紧，这大半夜的，谁会来？壮着胆子，她点亮油灯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。门外站着一个身披袈裟的老和尚，面容枯槁，眼神却异常明亮。李翠花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和尚怎么看着这么瘆人呢？施主，贫僧有礼了。和尚双手合十，声音沙哑而低沉：“贫僧乃云游至此，见施主家中有异象，特来相告。”异象？啥异象？李翠花一头雾水，心里直犯嘀咕。施主可知，您家汉子此刻正身处险境，唯有取您心头血，方能救他一命。和尚语出惊人，吓得李翠花差点没把手里的油灯给砸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家汉子都死了好几年了。李翠花怒道，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，毕竟这和尚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让他不得不信3分。施主莫急，贫僧所言非虚。您家汉子乃是被阴间之物所困，
若不及时解救，恐将魂飞魄散。和尚一脸严肃，说得跟真事儿似的。李翠花一听，心里更乱了。她虽然是个寡妇，但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。丈夫虽然死了，但她的心里始终装着那个男人。如今听说丈夫有难，她怎能坐视不管？那我该咋办？李翠花声音颤抖，眼中满是恐惧与无助。施主只需按贫僧所说取心头血一滴，至于这符纸之上，贫僧自有办法将其送至阴间，救回您家汉子。和尚从袖中掏出一张泛黄的符纸，递给了李翠花。李翠花接过符纸，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符咒，心里直打鼓。取心头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弄不好自己这条命也得搭进去。可一想到丈夫，她又犹豫了。我还是不信，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李翠花壮着胆子问道。施主若不信，贫僧也无话可说，但贫僧可以告诉施主，您家汉子此刻正被一群恶鬼围攻，若不及时相救，恐怕……和尚话没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李翠花一听，心里一紧，再也顾不得许多，咬咬牙，拿起厨房里的菜刀，就往自己心口扎去。我的妈呀！王二麻子在一旁听得心惊胆战，忍不住叫出了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李翠花的菜刀即将触碰到肌肤的那一刻，突然一阵狂风刮起，将院子里的灯笼吹得东倒西歪。紧接着，一个黑影从墙头翻了进来，落在了李翠花的面前。大胆妖孽，竟敢在此作祟！黑影大喝一声，手中金光一闪，一把宝剑便朝着和尚刺去。和尚见状，脸色大变，身形一晃，便化作一道黑烟，逃之夭夭。你是谁？为何要救我？李翠花惊魂未定，看着眼前的黑影，问道。贫道乃云游道士，路过此地，见有妖气弥漫，便前来查看，没想到竟遇到了这等邪祟。道士收起宝剑，拱手道：那我家汉子他真的没事吧？李翠花关切地问道。施主放心，您家汉子早已投胎转世，那和尚不过是想骗取您的心头血，以增修为罢了。道士解释道。李翠花一听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差点上了那和尚的当。她感激地看了道士一眼，心中暗自庆幸，多谢道长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无以为报。李翠花说着，便要跪下道谢。道士连忙扶起她，说道：施主不必客气，斩妖除魔乃是贫道分内之事。说罢，道士又从袖中掏出一颗丹药，递给李翠花，说道：此丹可保施主身体无恙，日后若遇邪祟，切记不可轻信。李翠花接过丹药，感激涕零，连连点头。自那夜之后，李翠花便对道士心生敬仰，时常去道观中上香祈福，以表感激之情。而那道士也在村中留下了不少传奇故事，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英雄。至于那和尚，据说被道士追得满山跑，最后不知所踪。有人说他被道士一剑斩了头颅，魂飞魄散；也有人说他逃回了老巢，从此不敢再出来害人。但真相如何，却已无从考究。这事儿在村里传了许久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村里的老人们便会围坐在一起，讲述着这段离奇的故事，而李翠花的名字也因此在村里传开了，成为了一个传奇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，李翠花也从一个年轻的寡妇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但她始终记得那个道士，记得那个救了她一命的夜晚。在她家的院子里，还挂着那盏当年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的灯笼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总会坐在灯笼下，
静静地回忆着那段往事，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敬畏。而那个道士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神话。每当有人提起他的名字，他的眼中总会闪烁着敬仰的光芒。直到有一天，李翠花躺在床上，再也没有醒来。村里的人们都说他是去天上找那个道士了，去继续他的传奇故事了。而那个道士也仿佛真的成了神仙一般，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中。这事儿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，但在那个小村庄里却永远地流传了下来，成为了一个永恒的传说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村里的老人们便会围坐在一起，讲述着这段离奇的故事，仿佛那一切就发生在昨天一样。丈夫半夜出门，和尚突拜访续。李翠花过世的那天，村里人都说她是笑着走的，走得很安详，就像是去完成一个久远的约定似的。大伙儿都议论纷纷，说李翠花这一辈子虽然坎坷，但总算是有个好归宿，去了天上享福去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事儿还没完。就在李翠花头七的那天夜里，村里突然刮起了一阵怪风，那风刮得邪乎，呜呜地叫着，就像是鬼哭狼嚎一般。村里人吓得都躲在屋里，不敢出门。就在这时，李翠花家的院子里突然亮起了一道金光，紧接着一个身影从院子里飘了出来，直奔村口的大槐树而去。那是啥玩意儿？王二麻子躲在窗户缝里，看到了这一幕，吓得差点没尿裤子。好像是个人影儿。赵四娘也吓得直哆嗦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大半夜的，谁会在李翠花家院子里，还浑身冒着金光？村民们一听，都炸了锅，纷纷抄起家伙，朝着村口的大槐树跑去。等他们赶到的时候，只见大槐树下站着一个身披金甲、手持长剑的身影，正背对着他们，一动不动。这是谁呀？老张头揉了揉眼睛，仔细地看了看，也没认出这是谁来。不会是李翠花她汉子从阴间回来了吧？一个胆小的媳妇吓得直往别人身后躲，声音都变了调。众人一听，心里更慌了，都往后退了几步，生怕那金甲人影突然转过身来，把他们给吃了。就在这时，那金甲人影突然转过身来，露出了一张英俊非凡的脸庞，正是当年救了李翠花一命的那个道士。道长，您咋回来了？王二麻子壮着胆子上前问道。道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贫道此次回来，乃是为了了结一段因果。因果？啥因果？村民们一听，更糊涂了。道士叹了口气，说道：当年贫道虽斩杀了那和尚，但并未将其彻底消灭，只是将其重伤，让其逃回了老巢。如今那和尚伤势痊愈，又卷土重来了。啥？那和尚还活着？村民们一听，都愣住了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和尚咋这么能耐呢？不错，那和尚不仅活着，还修炼了一种邪功，实力大增。贫道此次回来，就是为了消灭他，以免他再为祸人间。道士说着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定。村民们一听，都吓得直哆嗦，心里暗暗庆幸，还好这道士回来了，不然他们这小村庄可就完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黑影从天而降，落在了道士的面前，正是那和尚。哼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敢回来。和尚看着道士，眼中满是怨毒。贫道若不回来，又怎能消灭你这邪祟？道士冷哼一声，手中长剑一挥，便朝着和尚刺去。和尚见状也不敢大意，身形一晃，便躲开了道士的攻击。两人你来我往，瞬间便打在了一起。村民们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这两人的实力都太强悍了，他们甚至都看不清两人的动作，只能看到一道道金光和黑影在空中交织在一起。
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金光从道士的体内冲出，直奔和尚而去。和尚见状大惊失色，想要躲避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啊！和尚惨叫一声，便被那道金光击中，整个人瞬间被烧成了灰烬。道长，您赢了。王二麻子看着这一幕，吓得张大了嘴巴。道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邪不胜正，这是天理。”说罢，道士转身看向村民们，说道：“如今那和尚已除，贫道也该离去了。道长，您这就要走？”村民们一听，都愣住了，心里满是不舍。道士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贫道乃云游道士，四海为家，如今心愿已了，自当离去。”说罢，道士身形一晃，便化作一道金光，消失在了天际。村民们看着道士离去的方向，久久才回过神来。他们都知道，这道士是他们的小村庄的恩人，是他们心中的英雄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事儿还没完。就在道士离去的第二天，村里突然来了一位神秘的老者。那老者须发皆白，手持一根拐杖，看起来仙风道骨，颇有几分道骨仙风的味道。老人家，您这是？王二麻子看着老者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老者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老者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贫道乃云游至此，见此地有仙气缭绕，特来查看。”仙气？啥仙气？村民们一听，都愣住了，心里直嘀咕，这老者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他们这小村庄啥时候有仙气了？老者并未理会村民们的疑惑，而是自顾自地走进了李翠花家的院子。等他出来的时候，手里竟然多了一把金光闪闪的长剑。这是？王二麻子看着老者手里的长剑，眼睛都直了。此乃贫道之师兄当年所留之物，如今贫道将其物归原主。老者说着，便将长剑递给了王二麻子。王二麻子一愣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老者到底是啥来头？咋知道自己手里有把长剑，还说是他师兄留的？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金光从长剑中冲出，直奔天际而去。村民们抬头一看，只见一道金光在天际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，最终消失在了远方。这是啥情况？赵四娘看着这一幕，吓得直哆嗦。老者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贫道之师兄当年为了消灭那和尚，不惜牺牲自己，将灵魂融入了这把长剑之中。如今那和尚已除，他的灵魂也得以解脱。”村民们一听，都愣住了，心里满是震撼。他们没想到，这道士竟然为了消灭那和尚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阵风吹过，老者的身影竟然变得模糊起来，就像是融入了风中一般。老人家，您这是？王二麻子看着老者的身影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老者咋说走就走，还走得这么诡异？贫道乃风中之客，来去自如，如今心愿已了，自当离去。老者的声音在风中回荡着，渐渐的便消失在了天际。村民们看着老者离去的方向，久久才回过神来。他们都知道，这位老者也是他们的恩人，也是他们心中的英雄。从此之后，李翠花家的小村庄便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离奇的事儿，村民们也都过上了平静而幸福的生活。而那位道士和那位老者的故事，也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传奇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他们总会围坐在一起，讲述着这段离奇的故事，仿佛那一切就发生在昨天一样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丈夫假装醉酒，发现妻子每晚3更梳头，妻子畜生不如。哎呀，这酒可真烈呀！刘大壮摇晃着身子，
推开门，一股凉风迎面吹来，他打了个寒战，但嘴角却挂着不易察觉的笑意。大壮，你又喝多了，赶紧回屋歇着吧。妻子王翠花从屋里迎出来，一脸关切。刘大壮眯着眼，看着王翠花那贤惠的模样，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冷笑。这笑可不是因为高兴，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一个足以让他脊背发凉的秘密。这事儿得从1个月前说起。刘大壮是个泥瓦匠，平日里都在外头忙活，只有晚上才回家。那天他因为工钱的事儿跟工头吵了一架，心里不痛快，便多喝了几杯。半夜时分，他被尿憋醒，迷迷糊糊地起床上厕所，却意外发现王翠花不在屋里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心里嘀咕着，这大半夜的，她去哪儿了？于是他披上衣服，悄悄走出屋子，打算去找找。刚走到院子里，就听见西厢房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。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透过窗缝一看，只见王翠花正对着镜子梳头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这一看可把刘大壮给吓坏了，因为王翠花梳头的动作极为诡异，而且她梳的根本就不是头发，而是脑袋后面的一团黑乎乎的东西。那团东西在月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瘆人。刘大壮心里咯噔一下，酒也醒了一大半。他悄悄地退回屋里，躺在床上，心里翻江倒海，一夜未眠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刘大壮表面上装作没事人一样，暗地里却留了个心眼儿。他发现王翠花每天晚上3更时分都会去西厢房梳头，而且每次都会念那句奇怪的咒语。刘大壮心里明白，这事儿肯定不简单，于是他决定假装醉酒，探个究竟。这天晚上，刘大壮又喝得酩酊大醉，踉踉跄跄地回到家。王翠花见状，连忙扶他进屋，又是倒水，又是捶背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刘大壮眯着眼，看着王翠花的一举一动，心里越发觉得可疑。他假装睡着，等王翠花出门后，悄悄跟了上去。果然，王翠花又去了西厢房。刘大壮躲在门后，透过缝隙往里看，只见王翠花坐在镜子前，开始梳头。这一次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团黑乎乎的东西，竟然是一头长发。但这长发却并非王翠花的，而是从她后脑勺长出来的。刘大壮心里一惊，差点叫出声来。就在这时，王翠花突然停下手中的梳子，对着镜子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来了。”刘大壮心里一紧，暗想：谁来了？难道这屋里还有别人？他屏住呼吸，继续往下看。只见王翠花站起身来，走到窗边，轻轻推开窗户，然后站在那里，似乎在等人。不一会儿，一阵阴风吹过，一个黑影出现在窗前。刘大壮定睛一看，只见那黑影披头散发，面目狰狞，赫然是一个女鬼。女鬼进屋后，王翠花立刻迎了上去，两人似乎十分熟络。刘大壮心里暗自思量，难道王翠花跟这女鬼是一伙的？他每晚3更梳头，就是为了召唤这女鬼。想到这里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推开门，冲了进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在这里干什么？刘大壮大喝一声，双眼怒睁。王翠花和那女鬼见状都是一愣，尤其是王翠花，她显然没想到刘大壮会突然闯进来。大壮，你怎么来了？王翠花结结巴巴地说道。刘大壮怒视着王翠花，质问道：你每晚3更梳头，就是为了召唤这个女鬼？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王翠花脸色一白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。倒是那女鬼冷哼一声，说道：哼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就索性告诉你吧。翠花是我的转世之身，我借她的身体还阳，有何不可？刘大壮一听，
顿时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指着女鬼骂道：“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！你害了翠花，还想占她的身体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”女鬼闻言勃然大怒，她挥动衣袖，一股阴风扑面而来。刘大壮只觉眼前一黑，便失去了知觉。等刘大壮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浑身无力。他挣扎着爬起来，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。他明白，王翠花和那女鬼已经走了。刘大壮心里明白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于是他强打精神，决定去找村里的道士求助。道士名叫李玄一，是个颇有名望的高人。刘大壮赶到道观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了。他敲开道观的门，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玄一。李玄一听后眉头紧锁，他说道：“这事儿的确棘手。那女鬼既然已经占了翠花的身体，想要把她救回来，恐怕不易。”刘大壮一听，心里凉了半截。他跪在李玄一面前，恳求道：“道长，求你一定要救救翠花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不能没有她。”李玄一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尽力而为吧。”于是李玄一拿出一个八卦镜和一张符咒，交给刘大壮。他说道：“今晚3更时分，你带着这2样东西去西厢房，把八卦镜挂在门上，然后把符咒贴在镜子上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离开那屋子。”刘大壮点头应允，千恩万谢地离开了道观。当晚，刘大壮按照李玄一的吩咐，带着八卦镜和符咒来到了西厢房。他紧张地看了看四周，确定没人后，迅速把八卦镜挂在门上，并把符咒贴了上去。不一会儿，就听见屋外传来一阵阴风呼啸的声音。刘大壮心里一紧，双手紧紧地握住门框，生怕被那女鬼冲进来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那八卦镜突然光芒大放，照得整个屋子亮如白昼。与此同时，那符咒也开始燃烧起来，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。刘大壮只觉得眼前一亮，那女鬼竟然被八卦镜的光芒逼得现出了原形。只见她披头散发，面目狰狞，张牙舞爪地朝着刘大壮扑来。刘大壮吓得魂飞魄散，但他记得李玄一的叮嘱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这屋子。于是他鼓起勇气，朝着那女鬼大声喊道：“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，你休想伤害我！”那女鬼闻言越发恼怒，她张开血盆大口，朝着刘大壮咬去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那符咒突然爆炸开来，化作一道金光，将女鬼击得粉碎。刘大壮只觉得耳边轰隆一声，然后一切归于平静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那女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而王翠花则瘫坐在地上，双目紧闭，脸色苍白如纸。刘大壮连忙跑过去，扶起王翠花，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脸，呼唤道：“翠花，翠花，你醒醒啊！”过了一会儿，王翠花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她看了看刘大壮，又看了看四周，然后说道：“大壮，我这是在哪儿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刘大壮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翠花。他听后惊讶得合不拢嘴。他说道：“原来我每晚3更梳头，都是为了召唤那个女鬼。幸亏你及时发现，否则我就被她害死了。”刘大壮看着王翠花那劫后余生的模样，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紧紧地握住王翠花的手，说道：“翠花，以后咱们再也不分开了。”王翠花点了点头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她知道自己这次能够捡回一条命，全靠刘大壮。从那以后，刘大壮和王翠花更加恩爱了。他们一起劳作，一起生活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。而那个女鬼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然而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刘大壮总会想起那晚的经历。
他心里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未知的东西，人类的力量总是有限的。他暗暗发誓，以后要更加珍惜眼前人，好好过日子。至于那西厢房，刘大壮和王翠花再也没有进去过，他们把它封了起来，就当是一个永远的秘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刘大壮和王翠花也渐渐老去。他们膝下无子，但彼此相伴，却也觉得十分满足。每当夕阳西下，两人总会坐在院子里，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然而有一天，村里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，说是在村口的山洞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石像。那石像栩栩如生，仿佛活的一般。而且村里人还传言，那石像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，能够让人长生不老。刘大壮和王翠花听后都笑了，他们知道这些都是无稽之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哪有什么长生不老？人嘛，活一天就要开心一天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于是他们继续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而那个关于西厢房的秘密，也随着他们的离去，永远地埋藏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。民间故事续：山洞石像藏玄机。这事儿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，都说那山洞里的石像有古怪。村里几个胆大的小伙子按捺不住好奇心，决定去山洞里一探究竟。刘大壮和王翠花听了这事儿，心里头也是直犯嘀咕。他们知道那山洞离村子不远，平日里大家伙采药、打猎啥的都爱往那边去，可这回却没人敢轻易涉足。大壮啊，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假的？王翠花一边耐着鞋底，一边问道。刘大壮吧嗒了一口旱烟，说道：谁知道呢？这年头啥事儿都有可能。不过那山洞咱们以前也去过，也没啥稀奇的呀。王翠花点点头，说道：是啊，可这回不一样。村里人都说那石像里藏着长生不老的秘密呢。刘大壮一听，不由得嗤之以鼻。他说道：长生不老？哼，那都是扯淡。人嘛，活一天算一天，要那么多花花肠子干啥？王翠花笑了笑，说道：话虽这么说，可万一要是真的呢？你不想去试试？刘大壮瞪了王翠花一眼，说道：我去试啥？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要啥长生不老？我只想跟你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王翠花一听，心里头暖洋洋的。她说道：行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然而这事儿却在村里越传越邪乎，甚至有人说那石像其实是个妖怪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出来害人。村里人吓得晚上都不敢出门，生怕被那妖怪给逮住。刘大壮和王翠花虽然不信这些，但心里头也犯怵。尤其是王翠花，她晚上总是做噩梦，梦见那妖怪张着血盆大口朝着她扑来。大壮啊，你说这事儿会不会是真的？王翠花又一次问道。刘大壮皱了皱眉，说道：别瞎想了，哪有啥妖怪，都是村里人自己吓唬自己。王翠花点点头，说道：我知道，可我就是心里头不踏实。刘大壮叹了口气，说道：要不咱明个去山洞里瞅瞅，看看那石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。王翠花一听，连忙说道：不，我可不敢去，万一要是遇到妖怪咋办？刘大壮笑了笑，说道：怕啥？咱又不偷不抢，就看看呗。再说了，有我在，你怕啥妖怪？王翠花想了想，觉得刘大壮说的也有道理，于是她点了点头，说道：行，那咱明个就去瞅瞅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刘大壮和王翠花就起床了。他们简单的吃了点早饭，便拿着手电筒和镰刀，朝着山洞出发了。一路上，两人心里头都是七上八下的，尤其是王翠花，她紧紧地握着刘大壮的手，
生怕一不留神就被那妖怪给抓走了。到了山洞前，两人停下了脚步。刘大壮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别怕，有我在呢。”王翠花点了点头，跟着刘大壮一起走进了山洞。山洞里黑洞洞的，啥也看不见。刘大壮打开了手电筒，照亮了前方的路。两人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生怕惊动了啥东西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来到了那石像前。只见那石像栩栩如生，仿佛活的一般。而且那石像的眼睛似乎还在微微转动，吓得王翠花差点叫出声来。“别怕，别怕！”刘大壮连忙安慰道。他仔细地看了看那石像，发现石像的胸口处有一个小小的凹槽。“你说这凹槽是干啥的？”刘大壮问道。王翠花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知道。要不咱试试？”刘大壮想了想，觉得也没啥好办法，于是他掏出镰刀，在山洞里找了找，最后找到了一块小石头。他把小石头放进凹槽里，只见那石像突然光芒大放，照得整个山洞亮如白昼。与此同时，那石像竟然缓缓地动了起来。只见他张开双臂，朝着刘大壮和王翠花扑来。两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转身就跑。然而那石像的速度却快得惊人，不一会儿就追上了两人。只见他伸出一只大手，朝着刘大壮抓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那石像竟然被定在了原地。刘大壮和王翠花定睛一看，只见一个身穿道袍的老道士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山洞里。“道长，救命啊！”刘大壮大喊道。老道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别怕，有我在呢。”说完，他走到那石像前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符咒，贴在了石像的额头上。只见那石像立刻停止了动作，变得跟死的一样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刘大壮和王翠花惊讶地问道。老道士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石像其实是一个封印，里面封印着一个上古妖兽。不知是谁把它给解封了，这才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。”刘大壮和王翠花一听，吓得连连后退。他们没想到，这山洞里竟然藏着这么一个恐怖的妖兽。老道士继续说道：“不过你们也别担心，我已经把它重新封印起来了，以后这山洞再也不会有啥古怪了。”刘大壮和王翠花听了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他们连忙向老道士道谢，然后退出了山洞。回到村里后，两人把这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村里人。村里人听后都惊讶得合不拢嘴，他们没想到这山洞里竟然藏着这么大的秘密。而刘大壮和王翠花也因为这事儿成了村里的英雄，他们受到了村里人的尊敬和爱戴，日子也过得更加滋润了。然而这事儿却并没有就此结束。有一天晚上，刘大壮和王翠花正在睡觉，突然他们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响动。两人连忙起床，发现屋子里竟然多了一个黑影。那黑影披头散发，面目狰狞，赫然就是那个被老道士封印的妖兽。你怎么出来了？”刘大壮惊讶地问道。妖兽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哼，那老道士的封印根本困不住我只不过是在等他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趁机逃了出来。”刘大壮和王翠花一听，吓得浑身发抖。他们知道这妖兽的厉害，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。你想干啥？”王翠花颤抖着问道。妖兽舔了舔嘴唇，说道：“当然是找你们报仇了。你们竟然敢打扰我的封印，还想让那老道士把我永远困住，没门儿！”说完，他就朝着刘大壮和王翠花扑来。两人吓得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屋子，一路狂奔到了村口。村里人听到动静后，都纷纷起床查看。
当他们看到刘大壮和王翠花浑身是血地出现在村口时，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那妖兽逃出来了。刘大壮气喘吁吁地说道。村里人一听，吓得连连后退。他们知道这妖兽的厉害，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那老道士竟然又出现了。道长，救命啊！村里人纷纷大喊道。老道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别怕，有我在呢。说完，他走到那妖兽面前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符咒，贴在了他的额头上。只见那妖兽立刻发出了一声惨叫，然后化作一团黑烟，消失在了夜空中。村里人见状，都纷纷鼓掌欢呼。他们知道，这回落魄村算是彻底安全了。而刘大壮和王翠花也因为这事儿更加感激老道士了。他们知道，如果没有老道士的出手相助，他们恐怕早就成了那妖兽的口中之食了。从那以后，刘大壮和王翠花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了。他们知道，人生在世，能够平安健康的活着，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而那山洞里的石像和妖兽，也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每当有人提起这事儿的时候，刘大壮和王翠花都会感慨万千。他们知道，这事儿虽然惊险刺激，但也让他们更加明白了生命的可贵和珍惜眼前人的重要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